今天早晨比特币的价格上探73000整数关口过后呢，价格迅速下跌了1500多点，比特币又回调，战争新闻又出来，情况又比较恶化。那这波下跌是因为消息面的下跌呢？是的，但也不是，因为技术面的上一支影片有明确提醒过大家，很可能会迎来一个小级别的双顶之后小回调。那今天的这个回调就来了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？我们一起聚焦一下比特币行情。先说一下宏观基本面，为什么会有这波下跌？那首先先说战争，战争这事呢，双方想要谈和，谈和的条件是伊朗给出了一个10条规则，这10条里面其中就有一条要求全面停火，包括他的老兄弟黎巴嫩。那川普呢也是明确表明他接受这个10条清单。随后伊朗才接受这个谈和，但是在昨天呢，以色列跳出来指责伊朗支持武装势力违反协议，并且呢开始直接攻击黎巴嫩。那伊朗一看以色列又开始打，那我就不谈，我先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关闭。于是呢海峡在昨天全面关闭，原油呢又开始上涨，黄金又开始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宏观面，比特币呢也回到了7万整数关口。那这些信息这样的回调早在盘面中显示出来，不管以色列就今天打不打，比特币大概率就是一个短线的下跌。那其实面对这件事情呢，川普就可能脸面挂不住，因为他的协议刚刚已经接受，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他直接公开表示说，协议呢是不容违背的，海峡是必须要开放，如果你要来硬的，我的人随时等着，随时出击。那这两边呢也是打得不可开交，热热闹闹。美联储也发生了，美联储想要表达意思就是又是签订停火协议又不停火，那该怎么去制定这个货币政策呢？别这个月我没有降息，经济没宽松，结果呢你们把战争越闹越大，导致经济衰退了。又或者说我这个月选择降息，经济宽松了，结果你们又谈和了，那经济又复苏，这一下子把经济搞得过热。美联储这样的发生其实也就在甩锅了，你们都在等着我去制定货币政策，那我就等着战争，等着川普的表态。基本面说完，我们来到 K 线图，先来看一下当下市场的资金费率。资金费率不是我们评判开多或者开空的一个依据，是我们评判开多开空的风险信号。那当资金费率去到极负的水平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负 0.005 左右，那这些负的 K 线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波拉升的行情。那目前来讲的话是正的 0.0046， 是趋于一个正常水平。那特别在周末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比特币价格下跌，产生一些极负的资金费率，你要留意了。因为在过往的观察里面，周六周日下跌的行情又极负的资金费率，很大概率周一的价格就要往上涨，这是过去5个礼拜的经验。再看上 ETF， 昨天和今天呢又是持续净流出的状态，但是好在近半年以来这个流出量是有在递减的，所以印证了就上期影片说的，从长线角度来看，下跌的势能是有所减退的。这波下跌呢可能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拐点。我们先来聚焦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图啊，大级别呢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通道，中级别呢是一个横向的整理。那这个横向整理呢跟这一段其实是比较类似的，都是下跌路上的一个反弹中继。那上一波呢这一段一共经历了68天，那现在的这一段的话一共经历了，这段时期呢其实已经经历了63天。在上一波这个时期的末端呢出现了交易量下滑的迹象，那这端呢也出现了一个慢慢的交易量下滑，其实可以证明这个横向整理马上要到末期，就要开始选择方向了，要不就是向上突破，要不就是向下。既然中级别是一个横向的整理，那这个反弹向上的通道目前看来这个势能强不强？单纯从量能角度来看，一般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放量下跌缩量，但是尽管如此，场外的数据呢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现货净交易差值30天的数据图。那这个图呢显示比特币30天的现货净交易量的变化率，也就是衡量市场买入量和卖出量的净差额。可以看到在经历2月份的持续抛售之后呢，现在都开始转正变成蓝色或者是绿色，这就证明进入3月份以来呢，卖方力量其实在稍微衰减，买方力量逐渐增强。那这样一个现象其实是一个吸筹的现象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再来看它币安累计交易量，也就是 CVD，周三的时候增加到56亿美金，4月份累计增长33亿美金，这就证明交易的人变多了。那这波交易的人是谁呢？是合约玩家还是现货玩家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CoinGlass 的数据。你看 CVD 在抬头的时候呢，其实证明这一波有人在买现货。那当然了，由于资金费率的转正，也就意味着还是有不少人去选择做多的。这个多单合约进场呢，就给到这样一个信号。那在我看来，就不是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利好信号，反倒是中性偏好的一个信号。佐证这个观点是 CoinGlass 比特币溢价指数，这个溢价指数1小时图显示比特币在7万到7万2附近，溢价指数呢是有小幅负数和正数交错的现象。那前面下跌的时间呢，负数是比较明显的，现在呢轻微有所反弹，
负数明显低于前面的值，这就证明 Coinbase 的用户呢是在边涨边买，这也是需求轻度恢复的一个现象，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是中度偏好的一个水平。那怎么样才能迎来比较大的突破、比较大的进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持有者对交易所盈利的数据图。那这个图显示，比特币在3月4号和3月16号2次试图重返72000，但往上搏了2回呢，都是以失败告终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2次反弹都遭遇到短期持有者的抛压。第一次他们卖了26000枚，第二次他们居然卖了31000枚，证明这个位置的抛压还是比较强劲的。接下来盘面又要再次测试这个位置，如果抛压还大的话，那接下来大概率是突破不了，还要在底下就一直震荡消耗抛压，让更多人选择割肉离场。看完以上所有的场外数据呢，可以汇总一句话，就是此时此刻的比特币呢，并没有等来明确的看多或者看空的交易信号。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上升通道，但这个通道呢，仍然是有失效跌破的风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更小级别4小时图。4小时图可以看到，比特币在这个通道里面呢震荡上行。昨天在触及到这个通道的上轨啊，做了一个 M 顶，然后掉头向下。现在呢，这一波回调拉，如果我们可以拉斐波那契的话，可以看到它的回调呢，基本上落在了 0.618 的这个位置。那距离下一段的 0.786 或者是1的话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空单没有开到的话，不建议在这里继续追空。即便你在这里进空，来到目标的关键点为7万整数关口，你的利润呢也只有2点几百分比。现在呢，从结构来讲，这样一个结构呢，它是一个下坡路的上涨旗形。虽然有概率会形成一个旗形，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错过了，就不要再去追了，因为在这里呢开单的性价比是不太好的。那新的交易机会呢，我个人认为是倾向于这2个位置。第一个位置就是来到了整数7万的关口，能出现补缺之后的长下影线，在这里呢是可以进行多单尝试。那另一个位置呢，就是上边缘的突破123法则，也就是在7万2的位置确认突破，那这个单的话是可以开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右侧单，跌回就止损，性价比会比较好。接下来请继续留意目标点位，一个7万，一个7万4，这就是目前的短线想法。不过呢，以上均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，不要因为听到开单你就盲目去开单，一定要等到市场明确方向。那今天就是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et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 20%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，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